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跟一个微笑着的男人有关。玩家开了一个生存服务器，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约翰和老六。三人进入游戏后，玩家带着朋友约翰和老六简单的参观了一下他搭建的豪华住所。房屋不大，但是特别的温馨。玩家还特意将他们的卧室地板用羊毛铺成了一个心形。约翰和老六看过之后表示非常的满意，但是现在还差床没有建造，于是三人准备离开住所外出收集羊毛。约翰和老六一看，既然玩家已经将住所搭建好了，那收集羊毛这种小事就不能劳烦玩家了。说罢，约翰和老六各自分头外出收集羊毛，而玩家则是负责完成住所剩下未完成的工作。没一会儿后，系统便提示朋友海莉加入了服务器。海莉是玩家最要好的女性朋友，玩家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带着海莉参观他们的住所了。好了，咱们老规矩，看视频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该点赞的点赞，该关注的关注，咱们故事马上开始。海莉在参观完他们的住所后，表示自己也非常喜欢。其实她一开始是拒绝与玩家们一起游戏的，但是这房屋搭建的也太温馨了。玩家听到海莉这么说，在内心暗自窃喜。其实这房子根本不是自己搭建的，这是自己下载的一张现成的地图而已。玩家与海莉也闲聊的差不多了，二人准备去寻找约翰和老六。可就在这时，朋友约翰告诉玩家，说自己有点事儿，要退出服务器了。他有一部电影没看完，由于自己有强迫症，必须要看完电影才能继续游戏。老六问约翰是什么电影，约翰告诉老六自己看的电影叫做《微笑男》。老六显然知道这部电影，他不愿过多的讨论，因为他知道这部电影很吓人。而玩家对于约翰的突然离开表示很扎心，说好了一起游戏的，现在约翰却掉链子了。但是为了在海莉面前表现出自己大男子汉的大度，玩家也没多说什么。很快，游戏内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黑夜即将来袭，而老六也探险回来了。玩家让老六赶快将收集到的羊毛制作床，三人尽快睡觉度过黑夜。可是老六突然想起来，羊毛都给约翰了。约翰离开游戏时也没把羊毛留下来，这事儿闹得真尴尬呀。此时老六灵机一动，对了，可以先把地板那些羊毛用来制作床呀。玩家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这老六，那些羊毛是我专门拼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，多温馨呀，不能用来制作床。二人因此发生了争执，老六觉得玩家太过于自私，当下的任务是尽快度过黑夜。老六觉得玩家分不清主次，他很生气，决定不玩了。玩家也没过多的挽留，很快系统便提示老六也退出了服务器。现在整个服务器只剩下了玩家与海莉。屏幕前的你觉得玩家自私吗？但是海莉不认为玩家自私，相反，他认为玩家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人。从此刻开始，他更加的崇拜玩家了。既然没有羊毛制作床，那就只能慢慢等待黑夜过去。玩家让海莉不要担心，他们的房屋很安全，并且有充足的食物，耐心等待就行。幸运的是，朋友约翰没一会儿又回来了。可是这次进入服务器后，约翰发现了异常，那就是系统为什么这次提示的是欢迎你加入服务器。玩家也注意到了，这有点不对劲儿啊。约翰并不是第一次加入服务器，为什么服务器要说欢迎呢？其实从此刻开始，游戏内已经开始不正常了。随后约翰又告诉玩家为什么自己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是因为他正在看那部电影时，无意间刷到了一条弹幕。弹幕说，如果你在 MC 中将微笑男的名字通过聊天框发送出去5次，就很有可能微笑男会进入到 MC 世界。约翰一听，瞬间觉得这可要比看电影还要刺激啊，于是赶快返回了服务器，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玩家。玩家听后当场就表示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个假传说。但约翰建议玩家不妨试试。一旁的海莉由于是女孩子，她很害怕，连忙发出消息让约翰和玩家不要再讨论这个了。于是这个话题也到这儿暂时结束了。随后约翰也成功的制作了床，很快黑夜就度过去了。第二天，玩家在一片小水潭旁耕作了一些庄稼，美好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可是接下来，约翰却没有经过玩家二人的同意，就直接在聊天框打出了微笑男的名字，并连续发送了5次。令玩家几人没想到的是，系统真的提示欢迎微笑男加入服务器。请屏幕前胆大的在弹幕打个1，胆小的打个2，麻烦打1的保护一下打2的好吧。三人都懵了，这不可能啊，这也太离谱了，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怎么可能来到虚拟的游戏中？海莉第一个忍不住了，他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和玩家一起游戏了，说罢就退出了服务器。玩家很难过，都怪约翰，好不容易自己才能和海莉一起游戏，这下好了，被约翰给劝退了。
但是事已至此，既然系统提示微笑男已经加入了服务器，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。如果找不到他，那这不就是一场恶作剧吗？于是玩家开始在消息框发出了消息，试图得到微笑男的回应，可是压根没有人理会玩家的消息。正当玩家与约翰认为这是假的时，消息框出现了一条蓝色的消息，是微笑男回复了，他告诉玩家二人他是真的。随即又一条绿色的消息被发送出来，微笑男再次强调自己是真的。约翰认为这很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他的名字和消息能够变换颜色？正当二人一脸疑惑时，突然游戏内变成了黑夜，而玩家与朋友约翰也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危险要来临了。游戏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玩家二人接下来又会面对什么？敬请期待下一期。怎么可能到这儿就结束了呢？精彩剧情才刚刚开始嘛，赶到这儿就结束，我肯定得挨骂呀！微笑男一直在变换着颜色发出消息，他询问玩家二人是否喜欢他，但是玩家二人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两人站在卧室里面瑟瑟发抖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微笑男询问玩家二人在哪儿，能否把位置告诉他。玩家听后本能的告诉微笑男，不可能，我不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的。但是微笑男再次请求玩家告诉他位置，他有很多糖果想要送给玩家二人，但再次遭到了玩家的拒绝。微笑男接着告诉玩家二人，行，你们不告诉我没关系，我会找到你们的。玩家与朋友约翰现在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。两人来到屋外的阳台上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通过一番观察后，似乎周围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。于是二人再次老老实实的回到了卧室。屏幕前肯定有人有疑问了，为什么不赶快睡觉度过黑夜呢？这个咱们就不过多解释了吧，懂的都懂。可是几分钟过去了，微笑男还是没出现。马上游戏中的黑夜都快过去了吧？玩家此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想法，他认为这一切很有可能是老六搞的恶作剧，因为老六早些时候因为羊毛的事情和自己吵了一架。约翰听后觉得也不无可能，但是不管是不是老六的恶作剧，现在既然这个所谓的微笑男不主动出现，那我们就主动出击去寻找他吧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带着火把就离开了住所。走了好长时间后，玩家又发现了一个异常，那就是天怎么还不亮？按道理说应该要亮了。这时他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发现月亮压根就没动。完了，他们被困在永无止境的黑夜了。又有人会有疑问，为什么玩家二人不退出游戏呢？这个问题就不要再问了好不好啊？退出了游戏大家看什么呢？出来搜寻无果后，玩家与约翰打算返回住所，可就在这时，约翰发现了亮光，似乎是一处村庄，或许进入村庄他们就安全了，也许铁傀儡会保护他们的。玩家一想，也有道理，不如就去村庄吧。可两人走近后才发现，这是他们的住所。醉了，这约翰是啥眼神啊？也恰恰在这时，系统提示微笑男退出了服务器。What？退出去了，那我们安全了。约翰已经开始高兴的手舞足蹈了，玩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就是一场恶作剧。可当二人回到住所后，满地的番茄酱映入玩家眼帘，并且还留了一块告示牌。原来住所早已被微笑男发现了，并且他已经来过了。看来现在他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，万一微笑男再次回来，他们就危险了。二人丝毫没有犹豫，立刻离开了这儿。两人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树林，这里静悄悄的，静得让玩家二人心里发毛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走了没一会儿后，玩家二人发现了一个木屋，屋前还有一只羊。玩家二人正好奇这儿为什么会有木屋时，突然屋门就打开了，一个两手插袖的物体跑了出来，后面还跟了一只狼。似乎很紧张的样子，这应该就是村民吧？约翰很疑惑，为什么这儿会有村民？两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系统此时提示一个 ID 叫做薄荷的被吃了。What？发生了什么？二人连忙追了过去，并没有见到刚才那位村民的身影。难道这个村民名字叫薄荷？村民被自己的狼吃了？什么情况？游戏气氛渐渐紧张了起来，玩家二人觉得这太诡异了，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可两人又跑了没几步后，系统提示微笑男再次加入了服务器。糟了，不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接下来玩家二人能否逃过微笑男的追击呢？请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3连，点赞过1000，下期就来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